伊朗突袭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反手来了一波空袭。霍尔木兹干省多个地区传来爆炸声，美伊停火协议再次面临考验。而在遥远的俄罗斯，莫斯科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二，一天之内3起爆炸案，还有一名中将疑似在爆炸中身亡。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乌克兰似乎用上了美国送来的巡航导弹，射程将近1000公里。然而乌克兰还在拼命搞研发，力求搞出来2000公里射程的导弹。战场之外，特朗普则在考虑干脆把迪戈加西亚岛买下来算了。中东要再次打起来了吗？莫斯科的爆炸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特朗普又为什么突然要买岛？伊朗才刚刚对以色列开完火，特朗普也叫停了以色列的行动。眼看着局势即将缓和，伊朗又动手了，这次是直接跑去炸美军，目标是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彼时他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据 CNN 报道，这架阿帕奇是遇上了沙赫德，然后才坠毁的。事发后约2小时内，美军第5舰队第59特遣队派出一艘海上无人水面艇，在阿曼附近海域把落水的2名飞行员捞了上来，好在没有造成什么伤亡，2人健康状况稳定。这次救援可能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在实战救援任务中用无人艇完成海上人员救援，目前看起来完成的相当不错。保住人之后就要算账了。伊朗那边拿出经典说辞，说在过去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典型的我不知道，我没干，别乱说，3段式否认。说是这样说，但他们自己还话里有话的警告，说外国军队在该地区活动就是容易面临事故或意外卷入交火的风险。总而言之，都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自找的，和我们无关。不过这个表态，火力军不得不多想，或许在之后一段时间，这种意外事件要多起来了。美国方面也没和他们继续掰扯，干脆动手。美国中央司令部指示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目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打击目标直至伊朗的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省会阿巴斯港、西里克、米纳布、格什姆岛全部在列。最让人哭笑不得的还是阿拉伯报的报道，据说事发之后，伊朗通过中间人向美方传话，说这次击落他们不是故意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的结果。自己都说了局势紧张，直升机被击落也摆在眼前，还能扯出来一句不是故意的，这种事也就伊朗能干出来了。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来看，这件事还是伊朗的惯用手段，既不希望谈判完全破裂，又要展示强硬姿态，又想当又想立，最后整出来这样一波戏码，凑上去挨了美国一顿打。在伊朗动手前，特朗普还说双方正在商定协议，结果几天之内，伊朗先打以色列，再打美国。再这么试探下去，迟早耗尽美国的耐心。毕竟美国那边还有一个大锤行动摆在桌上，美伊这边小冲突不断，而莫斯科迎来了一个黑色星期二。这一天，俄罗斯安全部门的电话估计要被打爆了，这里在爆炸，那里也在爆炸，怎么都是爆炸。6月9日清晨，在莫斯科东部郊区的巴拉西哈市，一声巨响开启了莫斯科恐慌的一天。一辆黑色宝马 X3 在科尔杜诺夫街上刚驶离停车位，车内突然发生了剧烈爆炸。监控画面相当惊悚，爆炸火焰直接从后备箱和后排座位位置窜出来，整辆车当场失控，一头撞上路边的其他车辆。路人试图把驾驶员拖出来，但无济于事，驾驶员当场殒命。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确认，这是一起由车内爆炸装置引发的袭击。这个爆炸装置的威力差不多相当于300到500克 TNT 爆炸。随后，他们以谋杀及非法引爆爆炸物的条款刑事立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爆炸案发生后一整天，官方通报里硬是没出现死者姓名，这就太不寻常了。有车有监控，俄罗斯没理由找不到人，除非这人的身份有什么难言之隐，让俄罗斯根本不敢说。独立调查媒体内部人锁定了一个目标，达米尔·达维多夫中将，俄罗斯国防部导弹与炮兵总局负责人，负责给俄军前线供应导弹和火炮弹药。这人的身份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签字，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打出的炮弹或者导弹80%都得断供。乌克兰方面早就把他挂在了和平使者网站的清算名单上。原因很简单，这人直接参与策划和组织了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之所以会锁定他，主要是因为在事发后，目击者透露，急救人员来到现场的时候，有人在对着尸体喊达米尔，而且他在这个小区登记的档案就在同一条街上。此次被炸的那辆宝马 X3 虽然不在达维多夫本人名下，但他正在读军校的儿子曾在社交媒体上晒过这辆车的照片，等于是主动帮大家锁定了目标。除此之外，其他媒体也盯上了另一个名字，
上将亚历山大·马克西姆采夫，空天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曾在叙利亚指挥空袭部队。这个名字没有太多证据，只能说是猜测，最有可能的还是大卫多夫。不过不管最终确认的是哪个名字，这个级别的俄罗斯高级军官就这样在莫斯科遇袭身亡，本身就够让克宫丢人了。但是顺着这个案件继续挖，火力军只能说克宫运气真的有点差，这次事件是奔着让他们把脸面丢进来的。我们来看案发地点阿维亚托罗夫社区，这是俄罗斯给军人及其家属盖的封闭小区，建在废弃军事基地原址上，想买都买不到，必须通过俄罗斯国防部系统定下分配。这个地方的安保级别理应是差不到哪里去的，结果还是让人在眼皮子底下安了炸弹。最重要的是，这还不是第一次。2025年4月，俄军总参谋部作战管理总局副局长亚罗斯拉夫·莫斯卡利克中将的汽车炸弹遇刺地点，距离本次案件爆炸地点只有几百米。当时俄罗斯信誓旦旦地说要加强高官安保，结果刚过1年，案子就重演了一遍。如果确认死者是达维多夫的话，这已经是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境内被暗杀的第4名中将级别高官了。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能力实属堪忧。然而这个案件只是给这一天开了头。到了下午，在莫斯科西南部孔科沃区，一辆电动车突然起火。一开始外面说是发动机着火，但调查委员会进场一看，不查还好，一查不得了，车底下发现了一个可疑物体。最后是军警当场搞了一次受控引爆，才把危险排除。最后是傍晚，在莫斯科西边索尔恩采沃区的内博购物中心，一辆停在停车场的汽车底下又被发现可疑物体，整栋楼都被紧急疏散，警察、消防、救护车、军事专家全到了，周围道路全部封锁。也就是说，一天之内，俄罗斯的首都竟然接二连三被各种爆炸物和可疑物体弄得鸡飞狗跳。虽然第2次和第3次事件没有造成实际伤亡，但当这种事件轮番上演，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天黑，火力军很想问问莫斯科人的心态还能稳住吗？事情到了这里，究竟是谁干的，其实都没有多大意义了。关键在于俄罗斯对高官的保护怎么会是这样？这已经不是个别安保漏洞的问题了，而是俄罗斯整个内部安全体系的问题。就这样的能力，火力军很好奇，他们真的能保护好普京吗？还是说，正是因为他们集中精力保护普京，才对其他人的保护有所疏漏？答案不太好说，因为莫斯科的官员们现在大概只会想一个问题：下一个目标会是谁？跟莫斯科街头的连环爆炸比起来，更让克宫头疼的其实是另一组数字：前线伤亡。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亚尼斯·克吕格发布了一篇分析报告。2026年，俄军平均每月损失约9000名阵亡士兵，折算下来每天大约300人。这还不算是最惨的时候，因为公开信源统计有限，而且不排除俄罗斯瞒报等情况。所以为了确保尽可能准确，克吕格干脆扒了俄罗斯各地区的阵亡赔偿预算数据，发现俄军伤亡的真正峰值出现在2025年8月和12月，当月阵亡人数都超过了12000人。其实俄罗斯的伤亡数字一直很严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年初发布了一份报告，截至2026年初，俄军累计伤亡已经达到了大约119.8万人，其中阵亡高达32.5万人。单纯看这个数字可能会觉得还不算什么，但是看看一组对比，我们就知道这场仗俄罗斯到底打得有多惨。俄军在乌克兰的阵亡人数是苏联1980年代在阿富汗战争中损失人数的17倍，是2次车臣战争损失人数总和的11倍，更是2战以来所有苏联及俄罗斯卷入的战争损失人数总和的5倍。没错，大家没看错，阿富汗战争苏联打了10年左右，车臣战争加起来也打了好几年，却都远远比不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损失人数。然而俄罗斯耗费这么多兵力，却没换来多少土地，甚至2026年开年以来，俄军还一直在丢地盘。克宫或许该好好反思一下，当初怎么就做了这么愚蠢的决定。然而到了这时候，他们也没反思的时间了，因为乌克兰的武器库又迎来了新客 AGM-188A， 射程将近1000公里。事情还要从俄罗斯自家军事博主说起，他们晒了一波照片，照片里是疑似从空袭现场捡到的导弹残骸。俄罗斯军事博主可能想拍点素材来宣传一把，大家快看，我们又拦截了什么什么武器。结果越看越不对劲，残骸中间有一组非常完整的8元件可控接收模式天线，这种零件专门用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卫星导航系统。然后顺着天线上的 CAGE 编码一查，发现生产商是美国的第5区科技，而这家公司正是美国空军 ERAM 项目的核心承包商之一。这个项目在2024年启动，当时美国空军的要求是开发一种射程至少460公里，能大规模量产、单价不能太高的空射巡航导弹，目标就一个，
给乌克兰一个可以持续打击俄军纵深目标的利器。在 ERAM 项目下，第5区科技研发的具体产品就是 AGM-188A 锈蚀匕首巡航导弹。所以俄罗斯人一把信息突然反应过来了，这东西出现在俄罗斯领土上，就意味着乌克兰可能已经收到了这批导弹，而且还开始用了。这下彻底笑不出来了，因为当初美国和乌克兰说好的是10月交付第一批，现在就出现在战场上，也说明美国方面的研发速度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这款导弹的出现给俄罗斯带来了不少压力，因为按照美国官方射击系统网站显示，锈蚀匕首的射程在美国要求的射程标准上翻了差不多1倍，超过930公里。从乌克兰边境到莫斯科直线距离不过450公里，所以这款导弹一出现，先不说别的地方了，起码莫斯科得发愁了。最让俄罗斯头疼的是它的体积和部署方式，这款导弹被设计成了500磅级 MK82 无制导炸弹的尺寸，一架 F-16战斗机理论上一次可以挂载12枚，要是12架 F-16同时出动，那就是一次起射144枚锈蚀匕首。这些导弹一起往俄罗斯头上招呼，俄军的防空系统就算全开机，估计也拦不完。然而锈蚀匕首的现身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让克宫坐立不安的是乌克兰没打算只靠美国送的武器过日子，他们要自己造，而且要造的比俄罗斯想象的更快、更好、更便宜。先是泽连斯基算了一笔账，俄罗斯每天用大约650架无人机加上35到100枚导弹袭击乌克兰。乌克兰虽然有回应，但是每天大概只能射300到350个打击单位，所以乌克兰要继续造，造到乌克兰能像俄罗斯一样每天扔600架无人机和导弹，甚至更多，让俄罗斯也感受一下在家里挨炸的滋味。总结起来就是4个字：产能扩张。但乌克兰的野心远不止这4个字。就在同一天，瑟尔斯基签署了一份文件，乌克兰武装部队导弹部队与炮兵发展概念至2030年。这个文件算是给乌军未来几年的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首先就是彻底告别苏制遗产，所有老掉牙的没法修也没法改的苏制口径火炮通通要退役，换上乌克兰自己的产品。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乌克兰现在的火炮系统库实在是太杂了，155毫米的北约货，152毫米的苏联货，227毫米的海马斯火箭弹，122毫米的第30榴弹炮，不同国家不同标准，管理起来那叫一个麻烦。未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杂货铺一样的武器库彻底拧成一股绳，然后是重组炮兵侦察体系，炮打得再远再猛，找不到目标就是白搭。乌军现在的炮兵侦察资源还是有些欠缺，所以必须搞现代化炮兵侦察体系。核心就是一句话：侦察精度和传输速度直接决定炮兵的有效性。最后是国产导弹批量生产，瑟尔斯基的要求很直接，完成国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研发，然后启动批量生产，把这些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整合在一起，打造一个平衡远程火力体系。至于目标，至少要达到2000公里。一旦乌克兰达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全部领土，从圣彼得堡到夏诺夫哥罗德，再到沃罗涅日、罗斯托夫，全部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所有战略基础设施、指挥节点和军工设施都别想逃过打击。其实，泽连斯基和瑟尔斯基接连放话，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做同一件事，让乌克兰真正变成一个依靠自己保卫国家、建立军事威慑的军工强国。乌克兰这边大搞国产武器，美国则在忙活另一件事——买岛。这次的目标是查格斯群岛。大家应该都知道，美军在印度洋有一个战略基地，叫迪戈加西亚岛，地处印度洋多条航路的交汇点，距伊朗约3800公里，完全在 B-2 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B-2 从这里起飞，可以全天候不间断地轰炸伊朗本土的目标。与此同时，它还是美国本土以外少数几个能同时起降战略轰炸机、重新装载核潜艇、停泊航母的基地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岛，美军在中东和印太的转场成本大概会直接翻倍。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白宫正在考虑一个大计划，直接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手里买下查格斯群岛，彻底吃下主导迪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控制权，并且白宫官员已经起草了一份方案，提交给了财政部长贝森特，然后贝森特又把这件事报到了特朗普那里。美国想买岛也不是心血来潮，原因在于这个岛的产权出了问题。查格斯群岛在1965年之前是毛里求斯的领土，后来到了英国手里，然后租给了美国建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签署了一份协议，把查格斯群岛主权还给毛里求斯，英国每年付约1.01亿英镑，租约99年。而迪戈加西亚基地继续由英美共同使用，本来程序在推进了，但是特朗普踩了刹车。就在4月，迫于美国压力，英国已经把查格斯群岛主权移交法案无限期搁置了。一名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向《卫报》透露，没有美国支持，英国绝不会推进这项协议。特朗普插手的重要原因是毛里求斯的立场，这个国家与伊朗走得太近，
一旦群岛主权落到了他手里，那英美在岛上的部署岂不是全在毛里求斯和伊朗眼里？导火索则是在2月，美以空袭伊朗的时候，美军急需从迪戈加夏基地出动 B-2打击伊朗目标，结果斯塔默拒绝了美军的请求，这就让特朗普十分失望，也让他更加坚定要把这个岛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有了买岛这一出。只是要想买岛，特朗普也面临一个困局，美国想绕开英国跟毛里求斯买岛，得先让英国把群岛主权还给毛里求斯，也就是先让英毛协议生效。问题是特朗普反对那个协议，这么明显的矛盾，美国不可能没发现。目前透露出来的口风说的是所谓的买岛，只是白宫的多个选项之一，而不是首选方案。不过毛里求斯倒是亮明了态度，涉及主权别说卖，谈都不能谈。但是以特朗普的性格，既然他有了这份心，那么这件事肯定还没完，后续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特朗普能顺利买下查格斯群岛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